若美国选择牺牲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将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崩塌。这是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在2016年的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所说的话。而随着巴以冲突再起，美国人减少对乌克兰的扶持，加大对以色列的援助，这句话越来越被乌克兰人提及。他们试图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轻易放弃乌克兰。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乌克兰吗？放弃乌克兰后，世界秩序会崩塌吗？2023年9月，乌克兰总统再次造访白宫，在美国国会和众议院，泽连斯基感受到了与此前访美天差地别的氛围。相较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人对战争和援乌的狂热态度，这一次美国人冷静的让人感到可怕。2022年底，泽连斯基首次来到美国，他简直是整个美国政坛和各大军火商的宠儿。无数人向他保证过，绝不会让乌克兰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会有人对乌克兰患上疲乏症。然而不到1年时间，随着巴以冲突的爆发，美国人在中东利益受到威胁，乌克兰立刻成了弃子。政府援助乌克兰的积极性丧失，国会甚至不再欢迎这位几个月前还被视作铁杆盟友的元首。共和党强烈要求，即便继续援乌，也要以相关边境移民政策为代价，逼迫拜登政府妥协，这让美国援乌力度政策相较之前大打折扣。尽管来到美国之前，泽连斯基已经做好了遭遇冷眼旁观的准备，但巨大的落差还是让他的心情沉到了谷底。除了政府层面，美国社会对乌克兰同样怨声载道一片。2023年7月，美国民调数据显示，55%的美国民众表示，国会不应该继续签署通过相关援乌法案。此前对乌克兰的战争援助已经够多。目前，由于巴以冲突的影响，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对乌克兰一片哀怨之声，疲软症终究还是找上了美国人。更加严峻的是，2024美国大选在即，拜登、特朗普的2次对垒已成事实。一旦让特朗普获选上台，乌克兰将立刻被逼上绝境，因为特朗普一再表态，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1分钱援助。在此前的竞选演讲中，特朗普不止一次提及将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他甚至公然鼓励俄罗斯对乌克兰为所欲为。按照特朗普的做派，一旦让其登上总统之位，乌克兰被美国彻底放弃几乎已成定局。除了在美国这边屡屡碰壁，疲软症同样扩散到了欧洲世界。2022年2月，受美国胁迫一心援乌的欧盟曾一举对俄实施了13轮制裁打压。为快速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欧盟甚至一度打破惯例，迅速给予了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此后1年多时间，欧盟各国戮力同心，保持着对乌援助的一致政策。然而进入2023年，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蔓延，援乌支出越来越大，一些欧洲国家开始表露出不满情绪。2023年10月，斯洛伐克停止对乌军援。11月，荷兰第一大党站到欧盟对立面，主张终止对俄制裁，从俄乌战争中抽身而出。12月，匈牙利更是否决了欧盟新一轮对乌500亿美元援助。目前，俄乌战争仍在持续蔓延，毫无停火迹象。不过，随着欧美世界不断从俄乌冲突中抽身，乌克兰所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少，走向败局几乎已是板上钉钉。2024年初，欧洲12国家民调显示，仅有10%的欧洲人认为乌克兰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美国智库预测显示，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只有区区5%。当下，欧美世界仍然秉持着乌克兰必定取得胜利，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咬牙坚持。乌克兰疲软症蔓延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反战情绪充斥在政府高层和民众中间，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这场战争画上句号。哪怕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乌克兰战败而告终。目前看来，乌克兰被欧美世界放弃，最终走向战败已成定局。尽管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一再向西方世界发起呼吁，但回应他们的寥寥无几。那么，一旦乌克兰彻底成为弃子，将会发生什么呢？一时间，这个此前从未出现在乌克兰人脑海中的问题，成了最现实、最血淋淋的考量。因为按照当下中东局势愈演愈烈的情况，美国只会加速对乌克兰的抛弃，而不是回心转意。而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曾经的预言，似乎早早点明了乌克兰将要走向的结局。2016年，克拉夫丘克在俄乌矛盾不断、克里米亚问题激化的当头，受邀前往华盛顿访问。在一场研讨会上，克拉夫丘克坚称：“我相信美国会捍卫秩序，保护我们的利益。如果美国选择牺牲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将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崩塌。”与其说美国抛弃乌克兰是世界秩序的崩塌，倒不如说是美国霸权的解体。俄乌战争爆发的根源本就是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不断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所致。乌克兰陷入战火，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外部推波助澜，借此削弱俄罗斯带来的结果。更长远来说，俄乌矛盾的彻底激化要归咎于美俄、美苏过去的长期历史积怨。
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美国人仍然抓着俄罗斯不放，持续对其施加压力，一副不将其彻底击垮、碾碎就誓不罢休的姿态。因此，对抗和冲突一直是美俄关系的主旋律。乌克兰危机更是让两国敌对状态不断加重，彼此政治诋毁、军事对抗、经济制裁成了美俄交往的常态。在美俄斗争的国际大框架下，乌克兰说到底不过是一颗棋子。2022年，在美国人的运作和游说下，乌克兰总算下定决心加入北约集团。此举彻底惹恼了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是其面向欧洲腹地的最后一块缓冲区域。一旦乌克兰倒下敌营，俄罗斯在欧洲的核心政治经济地带将直接暴露在北约的枪口之下。未来美俄一旦发生冲突，俄罗斯将多面受敌，陷入欧美世界的联合绞杀之中。因此，忍无可忍的战斗民族最终选择直面冲突，以战争摆平此事。俄乌战火这才点燃。战端开启后，美西方果不其然表现出了极其狂热的态度，大批军事、情报、经济等方面援助源源不断输送至俄乌前线。军事上，德国首批军援就包括1000件反坦克武器、500枚毒刺导弹；捷克提供了3万支手枪、7000支步枪、上百万发子弹；波兰则提供了大量弹药。短短2年多时间，单单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总价值超过600亿美元的支持，欧盟各国的总援助金额也达到了500亿欧元。不仅如此，欧美世界还纷纷派遣情报人员奔赴战场，主动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强调从未向乌方提供过情报、监视或其他任何方式支持，但盘旋在战场上空的美国全球鹰收割者无人机清清楚楚地揭露了美国人敢做不敢当的丑陋嘴脸。与此同时，乌克兰还获得了美西方的通信卫星支持。现代化战争中，快速切断对手的通信网络属于常规手段。但令俄罗斯没想到的是，在对乌克兰的通信设施展开狂轰滥炸之后，对方却始终保持着通信良好。反倒是己方在乌克兰前线的精确制导武器受到卫星信号干扰，种种蛛丝马迹都证明乌克兰背后必然得到了美国的通信支持。总而言之，俄乌战争之初的乌克兰完全被扶持成了一台战争傀儡，在美国的霸权利益驱动下，一味麻木地向前冲锋。但没想到的是，面对西方联手打压的俄罗斯，短时间内没有被打垮，反倒是以色列再度打响了对哈马斯的战争。这让分身乏术的美国人不得不分出精力驰援中东战场。如此一来，战略价值更低的乌克兰自然成了弃子。而此举也彰显出，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做到霸权独揽、一家独大，顾这头就无法兼顾那头，成了美国人的常态和无奈。因此，乌克兰一旦被美国人抛弃，那就是在向世界清楚地传递出一个信号：美国人竭力维持的世界霸权正在走向解体。面对可能被美国抛弃的风险，克拉夫丘克乐观认为，着眼于维护世界秩序的美国人不可能真的弃乌克兰于不顾。但他殊不知，美国人的目的从来都不是维护世界秩序，而是成为秩序的唯一制定者。此次俄乌战争，乌克兰被抛弃就是最好的证明。只可惜，俄乌冲突爆发没多久，克拉夫丘克便驾鹤西去。否则，看到美国人现如今这副冷眼旁观乌克兰危机的嘴脸，不知他会作何感想。